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中部地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演练。那么这个演练呢，分为两个对抗集群，一个集群呢是代表着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编队，还有一个集群呢代表了俄罗斯的海军。演练的内容就是俄罗斯的舰队如何摧毁敌方的航母战斗群。这次演练的海域很有意思，远离俄罗斯本土，距俄罗斯本土大概是5000多公里，但是离哪很近呢？离夏威夷很近，靠近了美国的本土。那么这次演练可以说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呢，俄罗斯用美国人的办法对付美国人，你不是跑到我的家门口进行所谓威慑性的自由航行吗？那么我也在你的家门口进行自由航行，不但自由航行，我还动枪动炮在你的家门口进行演训，正好就是美国多年来所鼓吹的自由航行的方式。他用美国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也就是在美国的家门口开展所谓的自由航行，甚至呢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演训。美国的军舰能到黑海，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我也可以在你的家门口进行自由航行，而且展开相应的军事活动。这个呢是这次演训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在美国的家门口开展摧毁敌方航空母舰的战术演练。那么这次战术演练有些什么特点？它反航母的手段都有些什么呢？可以说来自3个方面：空中、水面和水下。空中，它派遣了图142远程反潜巡逻机。图142就是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改进型，它飞得远，侦测的范围宽，同时还能够携带反舰反潜的武器系统，对敌方水面、水下目标发动攻击。当然，伴随它的有米格31这个截击机为它提供护航。当然不可能全程护航，米格31是飞不到夏威夷的。除此之外呢，还有1238这种反潜巡逻机，当然它的个头要比图142要小一点了。那么水面舰艇包括各种各样排水量比较大的反潜舰、这个巡洋舰、驱逐舰等等。水下呢，据说还有核动力潜艇。那么这个核动力潜艇是可以携带几十枚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那么这么一个集群，包括空中、水面、水下的战斗群，能够对付美国在大洋深处的航母编队吗？这个恐怕就要打一个折扣了。从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训来看，它的总体战术有新有老。老战术就是靠水面舰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对美国的航母编队呢发动攻击，或者呢派出远程的战略轰炸机，携带空对地的导弹以及空对舰的武器系统对他们发动打击。那么这样的，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时期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当时呢，为了能够歼灭美国的航母编队，他们用的非航式导弹往往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那么在美国航母编队的上空爆炸一颗核武器，那么这个编队基本上就完蛋了。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航空母舰就是一个海上的活棺材，在核大战的背景下，航母编队基本上是没有生存的空间的。你只要发射几枚带有核弹头的非航射导弹，没有被拦截，你在航母编队上空爆炸，
那么基本上美军的航母作战群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样的战术和武器系统能不能用？最后发现不能用，因为它只要一旦用了，双方就要开展核大战了。核大战的结果是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好几次，全世界都跟着遭殃。因此呢，现在他们改成精确制导的常规弹头。那么用精确制导的常规弹头能否对美国现在的航母战斗群构成相应的威胁呢？从他们的编组看，应该说比较难做到，因为航母上有舰载机，而且舰载机呢，这个航程作战半径都比较远，他们又携带着相应的反舰导弹。那么对一个没有航空母舰的海上大型编队，应该说他们只要发动攻击，那么这个大型编队肯定会遭受重大损失。何况这个航母编队还没有预警机，你光靠远程的反潜巡逻机给你提供相应的预警掩护，这个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呢，新的手法应该说它也有，比如说这次派出核动力潜艇携带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它现在多了一个攻击的方式和方位，利用核潜艇发射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对海面上的潜艇编队发动攻击。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潜艇发射的这些导弹必须要中距制导，因为我们知道潜艇本身是一个近视眼，看不远，只能看20-30公里外的目标。要想制导射程几百公里的导弹，你必须要有中距制导的方式才能够完成这么一个作战使命。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依靠其他军舰上起飞的直升机为它实施中距制导了。因此不管怎么讲像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作战编队，在大洋深处和航母作战群进行对抗，它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尽管有可能给敌方造成损失，但是自己的损失恐怕也会非常巨大的。俄罗斯的海军如何在蓝水水域和美国的航母编队进行对抗，恐怕还要从更多的方面进行思考。只有采取更多的手段，才有可能呢这个最终战胜对手。比如说发展天基的情报信息系统，以及超远程的反舰导弹，特别是反舰弹道导弹，才有可能呢在不同的海域战胜它的潜在对手。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